我感觉俄罗斯人很喜欢来这边购物。哎呀妈呀，多便宜呀！他们那哪有啊？他们俄罗斯轻工没有，知道吧？都重工业。合作区里面的工厂呢，雇佣了大量的北朝鲜人啊。这个北朝鲜小姑娘很想嫁到中国，他们国家的法律不允许。哦，他们长得怎么样呢？就是漂亮，那小姑都漂亮，都漂亮啊。我来到了中国唯一同时接壤俄罗斯和北朝鲜的地方，它是中国、俄罗斯、朝鲜三国交界处，它也是中国从水路到达韩国、日本、美国、欧洲的最近点。这是一座因多国文化交融而呈现独特魅力的边城，街头随处可见的俄语和朝鲜语，还有俄罗斯人和北朝鲜人。在珲春最后一集影片中，我误打误撞闯入了一个大量北朝鲜工人打工的中国工厂，并人生第一次和北朝鲜人沟通。 Can you speak English? Chinese? 조금요在本集影片中，我想探究一下身在异乡的北朝鲜人在中国过着怎样一种生活，中朝俄三国在中国东北的珲春市又发生着怎样的化学反应。你好，我是阿树，欢迎和我开始新一集的中朝俄边境之旅。珲春是中国唯一一个面向日本海的港口，除了辖市镇5乡，这里还有一个边境经济合作区，一个珲春出口加工区，一个珲春中俄互市贸易区。珲春市是今天中国东北亚对外经贸最重要的窗口。然而在过去，珲春为满语里面的边地边陲的意思，是清王朝最边缘的封禁地。清顺治年间，此地为宁古塔统辖地。到了康熙年间，清政府设珲春协领，这是有资料可查的珲春地名第一次在官方出现，始建协领衙门于珲春河之北，并开始建成。到了咸丰年间，大批朝鲜人由于饥荒战乱，纷纷越过图们江，垦荒谋生，形成了今天珲春市朝鲜族的雏形。而今天珲春市所属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，是中国唯一的朝鲜族自治州。这里是珲春的一个小商品批发城吧，这里很多的俄罗斯人啊，我跟一些摊主聊了一下，你像这里的外国人主要就是俄罗斯人，还有北朝鲜人，因为在这个珲春有一些工厂啊，雇的是北朝鲜的一些工人，因为他们的工价比较低嘛，如果你请中国人的话，可能成本高，但是请他们的话，可能2000块钱，2000多就是1个月的工资嘛，所以成本比较低一点。然后他们疫情3年的话，这些北朝鲜的工人都没有回去啊，然后他们就经常来这里消费，也不说经常吧，周末就来这里买一些小商品啊。他们觉得中国的商品很好，就是又便宜，然后种类又多。我问一位大姐，我说你接触的北朝鲜人是什么样的？她说啊，她觉得北朝鲜人最显著的一个特征，那就是都很瘦。她认为是因为他们的工资比较低嘛，不像咱们中国人就是大鱼大肉的。然后北朝鲜的人的话，他可能1个月的工资2000块钱，还要有1000块钱是要交给国家的，然后呢，只有1000留下来是给到自己的。那么你想了1000多块钱在中国的这个地方能买些什么？所以他们都挺省吃俭用的吧。你像北朝鲜的人啊，他但凡来到这里买的一些小商品呢，通常是拿到国内就送给亲朋好友的。这位摊主告诉我啊，就是一些北朝鲜人的3年疫情没有回去的话，他可能攒了也有2-3万块钱这样子了。那么拿回北朝鲜可能就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这样子。而且俄罗斯人呢也喜欢来珲春这里购物啊，因为据说是在俄罗斯的这些商品种类没那么丰富啊。你像中国的话，但凡你能想得到的，你都能买得到，而且以一个相对有性价比的价格。哇，男女同特价短裤5元。在珲春市的最后一天，我来到了据说是最多俄罗斯人逛的商场里面闲逛。
在和当地人闲聊中，有一件事渐渐激起了我的好奇心。139元，149元。拖鞋5到29元，这些棉鞋99元。无论是肯德基、星巴克还是蜜雪冰城啊，既有汉字也有朝鲜语。珲春农村商业银行啊，2元店。这里是珲春市的一个农贸市场啊，这里水果种类好多呀。但是我们来看一下有哪些水果是当地的。这个南果梨就是了，3斤10元。苹果呢也是5块钱一斤，6块钱一斤啊。半个月来，啊，现在正是下果的时候。啊，来这里买的俄罗斯人多吗？来，那为什么他们来这边买这些水果呢？他买这水果家往回带，这边便宜。俄罗斯贵一点是吧？贵一点。它种类有这么多吗？俄罗斯？他没有这么多种类。就你会俄语是吗？啊，会点。会点，我去过那边，在莫斯科待了7、8年呢。哦。哦，你在那边工作吗？还是？啊，自己做生意。啊。批发鞋、衣服，搞批发人。咋不继续在莫斯科做呢？哎呀妈呀，岁数大了，干不动了。我感觉俄罗斯人很喜欢来这边购物，感觉咱们国内的商品是不是？哎呀妈呀，多便宜呀！他们那哪有啊？他们俄罗斯轻工没有，知道吧？都重工业，咱们的鞋啊、锅瓢盆啊、衣服啊，都是咱们中国给进的。物美价廉是吧？哎呀，你看这个火狐的那衣服，他们一买老多了，往回拿，啊，多便宜呀，真便宜！看啥了没？看啥？这袋东西太便宜了。蛤蟆。现在的这个猪肉价是什么呀？14块钱。14块啊。那个排骨呢？排骨20。20哈。咱们这边算是便宜的吗？便宜的，不是最便宜的。这个边境城市还是比较贵的。这个物价还是高。俄罗斯不买，北朝鲜不买。北朝鲜他买回去，他在这边工作是吧？对对对，那个合作区，我们的合作区有工厂，都是北朝鲜人，因为他那个劳动力便宜嘛。哦。好像今天劳动力好像跟中国人也是持平了。哦。以前劳动力便宜，但俄罗斯人不吃这个，吃的很少，都吃牛羊肉，他们也不买。本来他那个国家就很多。北朝鲜呢买的是买回工厂里面自己煮了吃是吧？有的自己单独起火的就自己做着吃，工厂它都有食堂。不愿意吃的他就是自己买着做着吃。像那边合作区主要是什么工厂呀？都生产出口的那种产品的工厂，电子啦、轻工产品啥都有。军工品什么都有。军工都有。这个来，你看我这块梅花肉有多少？14给你。我听说有这个纺织呀，还有就是纺织品，衣服、鞋帽啥的，什么都有。合作区你有时间去那个工厂做。可以去看一下吗？可以去。我打个车去看一下。平时更多是吗？以前都满街都是。他们轻工业太落后了，他们。北朝鲜跟俄罗斯都是来自中国的东西是吧？对，都中国东西。北朝鲜的东西基本上都是中国的。他也是走这个珲春口岸运过去的是吧？对，搁工厂不行随便走。他们出来也是10来个，有个他们的组长啊，是不是当官的领着他们出来卖东西。那他们回家吗？就是周末会回家吗？回不去，他们从疫情到现在，他们7、8年没回家了，他们。回不去，不让回去。他们挣不着多少钱，他1月就挣1000来块钱。他得给国家一半，
完了市长还抽点儿，到他们手的钱也就400-500块钱吧，到他们手。我的天啊！他买东西都不超过20块钱的东西，太难了。他们都买便宜东西，老便宜了。2元店、10元店就买那些减价的衣服，都穿30-40的，都买那样式儿。啊，这个朝鲜人有什么特点吗？我听说他们都比较瘦小，是吧？他们不像中国人吃的这么好，膘肥体壮的。他们天天吃米饭、咸菜，他能胖起来吗？像咱们这样天天大鱼大肉的。在街上，比如说一群人走过来，你能分辨他们是不是北朝鲜人吗？大眼就看出来。咋看呀？哎呀，朝鲜人一眼就看出来，他那眼神很清澈，你不像那个，中国人似的那眼睛，他瞅东西你就看出来了。他瞅东西都直勾勾的瞅那东西，就是没见过的。眼神比较清澈，心无杂念。洗脑了都给洗的，跟傻子似的，他们就是一根筋。那他们来到中国见了这个世面以后，那回到他们国内还能这安安分分的生活吗？那他们听话，都不愿意回去呗，都愿意搁这边呗。都不愿意回去啊？对，都不愿意回去，回去干啥去？回去受苦受罪呀，搁他那块儿。吃不着东西，啥也吃不着。搁这中国干啥？干活还能吃着点东西，还能见世面，穿的好，吃的好。你像他回他们国，他天天吃啥？天天就得吃玉米面是吧？吃玉米，他们那就是说生活水平没上来，还跟70年代似的，大汪红，玉米杆就这么粗，玉米就长这么长。以前打仗打的土都没营养，你看上朝鲜去，你就大街上看吧，像咱们国内的是啥大肚里些的那些肥胖的，一个没有。就像那个咱这半身不遂的朝鲜没有。他们不接受这个化肥呀、这农药啊，这些东西都没有，都是有机食品。对，都有机食品，都是自然生长的，都是有机食品。所以他们像咱们这国内心脑血管这些病，他们很少。这边朝鲜男的少，女的多，基本都是小女的。哎呀，我很想看看这个北朝鲜人，我都没见过，去哪里看呢？那我拉着你上合作区看去，我上厂子。是吗？师傅，我想去看一看北朝鲜人，可以在哪里看到呢？那您在车上，你觉得这些北朝鲜人是什么特点呢？印象就是他们很约束，就是感觉很不自然那种，就是一点儿也不开放那种，很老实那种，就是很老实啊。你是一点没见过啊？我没见过。他们我只在望远镜里见过，但是看不太清楚。他们打扮比较土，不像咱们这边这么时尚，也有会说中国话的。那他们挣的钱就少嘛，讲一点价也是情理之中啊。对，他们也讲价。那他这个北朝鲜的话跟咱们国内的朝鲜族说的话是一样的吗？差不多，他们都语言通。语言通的，就跟咱们这个方言似的，多少有点差距，但是都能听懂。他们也挺能干的，一加班呢，像加班费啥的，一个月也挣1700-1800。叫瓦斯托克梦幻岛啊，有3种语言：俄语、朝鲜语、汉字。又来到了这里啊，看一下这个这么漂亮的地方，但是一个人都没有啊，很大的一个广场啊，空空旷旷的，是因为停业了，据说是因为冬天了，太冷了，没有这些游客，然后就停业了，到来年夏天才开放。东北真的是地广人稀啊！我看到一组数据啊，说上海的话是5000平方公里，但是它居住了2600万人口，而像珲春市啊这么一个边境小城，它的一个面积就有4000多平方公里啊，可能不是那么准确，但大概是这样子的。但是它的人口只有20来万，其中约一半是朝鲜族，然后一半呢是汉族跟满族这样子啊。如果你看这么漂亮的一个地方，如果要在一些人口稠密的一些城市的话，
不管它开不开业，这个广场肯定是人来人往的，因为这里真的很漂亮。坦白说啊，我也去了几个这个中朝边境的一个县城市了，长白朝鲜族自治县、图门市、珲春市，但是呢，我严格来说没有见过北朝鲜的人啊，除了在望远镜里面看到一小点以外，但是都看不清他们的这个神情跟眼神啊，所以我真的很想看看朝鲜人是不是如那位司机说的，他们的眼神非常清澈。他们到底是怎样一种精神面貌啊？我真的很想看，所以我现在要走到这个合作区里面。合作区里面的工厂呢，雇佣了大量的北朝鲜人啊，所以看看能不能走运看到1、2个这些北朝鲜的妇女也好，男子也好，就是缓解我心中的这种好奇之心啊。好，来。上车。好的。让这位师傅送我过合作区吧，走过去可能还挺远的。现在光线还比较好。广西的啊，广西的。广西的。哦，你这样逆行啊？哦，没事。这样太危险了吧？没事。您是本地人吗？本地人。您是汉族还是朝鲜族啊？汉族。啊，据您的了解，在合作区里面的北朝鲜人有多少呀？据我了解，2000人吧。你跟他们接触过吗？不接触，不让接触。为什么？北朝鲜来这个，现在给这嘎打工全是女的嘛。啊，就戒备这个。你眼中的北朝鲜人是什么样的？北朝鲜人好啊，实在。哦，这个逆行，你这北朝鲜人就相当于咱们过去70、80年代人似的。啊，您看车啊？实在。我这个心里有点害怕。没事，这都没事。啊。北朝鲜人好。您跟他们打过交道吗？没有。那你是怎么知道他们老实的呢？能不听这个大家说吗？啊。人不像咱们中国人那么奸诈。啊。中国人多奸诈啊！过来这些都是年轻小姑娘在服装厂干活嘛。哦。不让跟中国人处对象。哦，是谁不让？他们国家的人不让。他不让，他国家的人不让。啊。他国家的法律不让吧？中国这小伙子真是娶北朝鲜的姑娘，你上北朝鲜投资500万人民币。要有这个条件。对呀。大部分人是娶不起了哈。对呀，人家不干呢。那你觉得北朝鲜人想嫁来中国吗？就是如果没可想了，因为他们困难，各方面他都不敢这个中国嘛，吃穿他都不敢中国。还这个北朝鲜小姑娘很想嫁到中国啊，他们国家的法律不允许。哦，那他们长得怎么样呢？就是漂亮，那小姑都漂亮。都漂亮啊。都漂亮，而且都瘦不胖。都瘦。不像中国这个小姑娘胖。啊。中国小姑娘是吃的好嘛，所以她也胖。爱吃零嘴儿。他们在北朝鲜，他们吃不起呀。再说他也没那个玩意儿说吃啊。他吃不起，都是1.6米左右吧。啊。1.5米58，1.60米左右。你想去那地什么地方？我就去那个工厂边上，我就看看那个厂房就可以了。他3、4年没回家了。哦，那你觉得他们想回家吗？那他能不想回家吗？能不想家吗？为啥不给回家呢？因为他们签的合同以前都3年、5年呢，当中不想回家。哦，这个珲春政府跟这个通过这个大使馆，完之后跟这个北朝鲜签的合约呗。雇他们的人，每月他们2000多块钱。工资2000多。他们个人得可能是每月他个人得700块钱人民币。就被分走了一些。分走1多半。我家上税嘛。我这里那边呢。哎呀妈，挺远的。挺远的。那边还没有出租车呢，你等会儿回去走。没事，我待会儿走到那个桥那里打车。
您去过北朝鲜吗？去过。去过，哪一年的事情？10年了。那边是什么情况呢？贫穷嘛，他那边穷，贫穷。落后。头10年以前，就是在中国海关签一个通行证，盖个戳就过去了。现在用护照。我去冬天嘛，他那边都穿那个像咱这个军大衣似的，老农民都穿的大衣，缅花的大衣。这边的房价多少呢？除了服装、电子产品，北朝鲜人在中国务工的产业还有海鲜加工。因为珲春毗邻俄罗斯、朝鲜，水路发达，出了口岸就是俄罗斯的港口。这里距离俄罗斯波谢特港仅42公里。2016年，珲春口岸和圈河口岸正式被批准为进口冰鲜海产品、食用水生动物指定口岸，所以很多海产品不再需要从韩国、日本中转到中国，而是直接从俄罗斯运到珲春。前一夜在俄罗斯捕捞的海鲜产品，第2天在珲春就能吃到。中心汇聚3国1品，让您一品3国。最全最大的中朝俄特产超市，主营延边特产、俄罗斯食品、韩朝鸡。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珲春市处在3国交界处，俄罗斯、北朝鲜和中国。它除了边城这个身份以外呢，它还有另外一个特别的身份，它被称为是中国的帝王蟹之都啊。据说国内90%的帝王蟹都是从珲春发出去的。咱们今天来到了珲春市的海鲜街啊，这条街不是景点，但胜是景点啊。咱们来探访一下这里的帝王蟹，这些整个的一个产业链。这条海鲜街的话，长度只有300米啊，但是散落着很多各式各样的海鲜。比如说俄罗斯大特产呀、海鲜餐厅呀、海鲜批发行呀、海鲜加工烧烤呀、各种水产店呀。你看3国交界处啊，3国的国旗。这里是珲春俄罗斯帝王蟹之都啊。我跟店员了解了一下，这里的帝王蟹呢是来自于俄罗斯的，是俄罗斯通过这个珲春口岸运到珲春市的。你看，这是我的手，你看多大！哎，怎么这么萌呢？这个帝王蟹，这个是海拔蛋，80元1斤。这里的很多的扇贝也好，或者是生蚝也好，都格外的大。这个是乳山生蚝啊。您家的这些帝王蟹是怎么卖呢？最便宜有100的。然后最高的是150。现在因为现在这个价格的话便宜嘛，你像每年这个10月份的时候都会有一个价格顶级，而这个时候吃帝王蟹是最划算的、最合适的。你像最高的时候能升到多少？最高的时候是300到350这个范围，然后比如说春天、夏天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价格会很高。因为那时候产量少嘛。产量少，但是不方便捕捞。最重呢应该有20多斤也得有，但是我见过的是就是14斤左右的。那国内哪个城市消费这个帝王蟹比较多呢？据你的了解？北上广深。像我们在街上能看到的帝王蟹啊，通常长到那么大都要4、5年的时间啊，而且主要还是公蟹，因为母蟹是禁止捕捞的。这种蟹的话有几种啊？一种帝王蟹，一种板蟹，一种红毛蟹。据说是这种毛蟹是肉质的口感是比较好的，而它们的吃法呢有清蒸、辣炒、葱油炒、拌饭、鸡蛋羹等等啊。这些加冰块应该是要发货哈。这个发到杭州的吧？您家加工是多少钱呢？1斤？清蒸1斤10块，3吃1斤20，一蟹3块。但是生意的话，是不是因为太早了，人比较少啊？我印象中我好像没吃过帝王蟹啊，挺想尝一尝的，奈何这个价格比较高啊，有点吃不起。这个扇贝差不多有半张脸那么大。
帝王蟹清蒸40元一只啊，有一些按斤算，有一些按只算，2吃60元，3吃80元一只啊。那现在比较贵的话，应该是红毛蟹，200块钱左右一斤，而帝王蟹呢就是100到150啊。你像板蟹呢也是145一斤啊。通常呢，这些卖帝王蟹的餐厅还提供一些俄国货的一个酒啊，伏特加。我们看一下这一头帝王蟹多少钱啊4斤不到4斤6两，687块6。687块钱，65一斤，3个扇贝123块钱啊。这种嘎嘎活的，这样的是140的嘎嘎活的，看全腿一个腿都不少。这种缺一个腿的，能看见吗？能拍到吗？缺一个腿的也是嘎嘎活的，这种是125的。哦，这是3斤左右的大板蟹。这个板蟹是多少一斤呢？这个呢是100块钱一斤，每个蟹子味道不一样，板蟹更偏甜一些，帝王蟹肉质更饱满一些，就很肥，能让你吃饱的螃蟹，帝王蟹当主食吃。那红毛蟹肯定是最好吃的螃蟹了啊，属于一类蟹子。还有这大的扇贝，手掌大的。来店里买一双东北必备的棉鞋，咱们准备往更北的地方走了，往这个黑龙江，往漠河，所以这个棉鞋必备啊。新的一个藏靴。你这个里边是带羽绒的，特保暖。哦，所以能顶得住这个黑龙江漠河那边的寒冷天气啊。对，如果说你特别，你们都会讲俄语啊？买了一条，这个是大厚的一个棉裤，一个防风的棉裤199块钱，还有一条纯棉的一个秋裤49块钱啊。然后这鞋的话是299块钱。在东北过冬可不是开玩笑的，你被冻着了，那不是一般的冻啊，那是后果很严重了。这一家酱骨头就我昨晚来吃的，看来很受俄国游客的一个喜欢。在路边发现一座天主教堂，天主教堂还有朝鲜语呢，可见它的信徒也是有汉族跟朝鲜族啊。以上就是本期我分享的全部内容，很高兴你能看到这里。如果你觉得拍得不错，不要忘了帮我点赞、订阅我的频道哦，这对我是很大的支持。感谢收看，我是阿树，我们下期见。明天阿树将在闯东北的系列影片中插播一集冬季爬峨眉山的影片。我将年初发表过的共1个多小时的2集峨眉山影片，精简成约40分钟更短小精悍的影片，在圣诞节和大家分享阿树见过最壮丽的山和雪。峨眉山这集影片之后，阿树将往更北更寒冷的东北秘境出发。谢谢路上有你同行。